好，我是来自生医工程研究所的学生黄梦洁，同时我也是生物有机化学这门课的助教。这堂课呢由赖千惠老师所开设。今天我的分享呢会分成4个部分，第一是 Introduction， 我会简单介绍这门课的内容；第二是 Course Preparation， 上课前的准备；第三是 Class Interaction and Discussion， 课堂上的互动与讨论；最后是 Conclusion。好，首先进入 Introduction 的部分。Bioorganic Chemistry 是一门把有机化学与生物系统联系起来的课程。那它的核心重点呢是学习如何利用化学原理来解释生物过程。那这门课呢主要是在介绍有机化学的概念，并且应用在新型生物相关材料的设计上。那我们课程内容包含有机化学基本概念、糖类的生化性质、化学合成包含寡糖与多糖的合成，最后是光谱学的结构鉴定方法，例如 NMR 核磁共振仪器、FTIR 傅立叶转换红外光谱仪、MAS 质谱仪等等。再来是课程前的准备。在课程开始前一天，我会预先上传这周上课所使用的讲义至学校 iLearning 系统，以供学生下载，并于课堂开始前半小时预先抵达教室，开设电脑、投影机，并准备好老师的上课讲义、点名单等等，以此确保老师上课流程都可以顺利进行。同时呢，我们也会架设录影机，录制上课内容。并且后续呢会将影片上传至网络云端，使学生都可以方便复习上课内容。再来是课堂的互动与讨论。在课堂上，我会协助老师记录学生的学习状况，老师也会在课程中安排许多练习题，让学生可以用英文回答、表达，或是请同学上台将答案写在白板上。同时，我也会在旁鼓励学生彼此讨论，而不是只是等待标准答案。我觉得这样的互动呢，不仅可以让课堂更有活力，也能大大提升学习效果。接着，老师也在讲义中设计了许多 work example， 让学生可以进行回答并加分，以此来确保学生在目前的进度呢都有充分理解。另外，课程结束后会给每位学生 assignment 作为回家功课，并于下次上课时抽点学生回答，来促使学生好好复习上课内容。在担任助教期间，我也从中学习到许多事。第一就是改善了我的沟通能力，也加深了我对生物有机化学的理解。我体会到教学本身就是一种学习，因为在解释知识的过程中，我也会重新思考与整理。在全英文的环境中协助课程，让我更熟悉如何用英文来表达专业知识。我学习到如何更有耐心地面对问题，并且引导学生自己找到答案。最后，这段经验让我建立了更强的责任感与自信心。我觉得担任助教不只是帮助同学，也是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学习者。谢谢大家。